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家里的洗碗池日常承担着清洗餐具和处理食材的功能，但长时间使用后，池壁容易残留顽固油渍与污垢，同时食物残渣若未及时清理，很容易在下水道中堆积堵塞。一旦下水管道被堵，不仅会散发出难闻的异味，还会严重影响日常排水效率。若请专业人员上门疏通，往往需要花费不少费用，而市面上常见的化学疏通剂不仅气味刺鼻，频繁使用还可能对管道和环境造成潜在危害。今天来教大家一个超好用的生活小技巧，不用1分钟就能让洗碗池的下水道恢复畅通，关键是全程零成本，分文不花哦。平时洗碗池堵了总让人头疼，但其实用家里常见的东西就能解决。接下来这个方法简单又高效，赶紧学起来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准备工作入手，找一个合适的塑料饮料瓶，这种瓶子质地软硬适中，很适合接下来的操作。挑选时要注意瓶子的大小，得和自家洗碗池的下水道口差不多，形状最好是圆形的，这样能更好的贴合管道。接下来用剪刀在瓶子的中间位置剪开，操作时一定要小心，注意安全，别让剪刀划伤手。剪成这样就可以啦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关键步骤，一定要把饮料瓶的瓶盖紧紧拧好，可不能让它在使用过程中脱落哦。这样简单处理后，这个塑料瓶就能派上大用场啦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整个过程既简单又安全。疏通水槽前，先将水槽里的食物残渣彻底打捞干净，避免疏通时残渣堵塞管道或影响疏通效果。准备好改造后的塑料瓶，就可以开始疏通下水道了。先将剪好的塑料瓶完全塞进洗碗池下水道口，确保瓶身与管道紧密贴合，就像给管道戴上了合适的帽子，大小适配才能发挥最佳效果。同时，务必检查瓶盖是否拧紧，保证瓶内形成完全封闭的空间，这是疏通的关键一步。固定好塑料瓶后，手握紧瓶盖，快速有力的上下抽动，动作要干脆利落，就像在给管道做按摩。如果堵塞情况严重，更要加大力度，加快速度，通过强烈的抽拉动作，制造更强的气压冲击。随着一次次按压，你会发现洗碗池里的积水开始咕嘟咕嘟快速下泄，这正是下水道被逐步疏通的明显信号。这种物理疏通法的原理并不复杂，当用力下压瓶身时，瓶内空气被压缩，形成一股强劲的高压气流。这股气流顺着管道直冲而下，瞬间冲击附着在管壁的油污，卡在弯道的食物残渣等堵塞物，将它们冲散。同时，反复抽动的过程还会产生强烈震动，就像在管道内刮起一阵小旋风，进一步搅动，瓦解顽固的油块和堆积物，配合气压冲击，让堵塞物彻底松动，恢复排水畅通。整个疏通操作一气呵成，往往不到1分钟，原本积水的洗碗池就能迅速排空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全程仅用了一个普通塑料瓶，依靠物理原理解决问题，既避免了化学疏通剂的刺鼻气味和潜在危害，也无需花钱请专业人员，真正实现了零成本，环保又高效。疏通完成后，别忘了将洗碗池里残留的垃圾清理干净，再用清水彻底冲洗池壁和管道口，去除残留的污垢。这样一来，洗碗池不仅排水顺畅，还变得焕然一新。完成塑料瓶物理疏通后，还有后续深度清洁步骤。先取出一只干净的一次性碗，往碗中倒入约30克食用盐。食盐不仅能杀菌消毒，还能增加混合溶液的摩擦力，辅助去除顽固污渍。接着按压5-6泵洗洁精，
洗洁精的去污能力，能有效分解油脂。随后加入高浓度白醋，建议选择酸度大于 3.5 的白醋，酸度越高，醋酸含量越丰富，分解油渍、溶解污垢的效果就越好。再舀入大量小苏打，作为厨房清洁的万能帮手，小苏打凭借强大的清洁力，能轻松瓦解各类油污。同时加入适量纯碱，也就是食用碱，它对付重油污效果显著，是日常刷锅洗碗的得力助手。将碗中的这些材料充分搅拌，很快就能看到大量气泡产生，这是白醋与小苏打发生酸碱中和反应的现象，释放的二氧化碳气泡能进一步松动管道内的堵塞物。搅拌均匀后，缓缓倒入50摄氏度左右的温热水，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切忌使用开水直冲下水道，因为高温开水容易使 PVC 材质的管道变软变形，长期使用还可能导致管道破裂漏水。水温控制在50-60度最佳，既能激发清洁材料的活性，又不会损伤管道。最后将溶液再次搅拌均匀，让各种清洁成分充分融合。这碗自制的天然疏通剂综合了酸碱反应、溶解去污和物理摩擦等多重作用，能对下水道进行深度清洁，彻底清除残留的油渍、污垢和堵塞物，让管道畅通无阻的同时，还能起到杀菌除味的效果。搅拌好自制疏通剂后，需沿着下水道口缓慢倒入，别一股脑全倒进去。倒完先别急着处理，让溶液在管道里充分发生化学反应，利用酸碱中和的力量瓦解油渍污垢。这个过程保持10分钟左右，期间不要往池子里倒水。等待时可以用百洁布擦洗洗菜盆内壁，顺便做个清洁。时间一到，烧一壶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，切记别用开水，以免烫坏 PVC 管道。然后慢慢将温水冲入下水道，温水能顺着管道内壁流淌，把被疏通剂分解的油污和残渣一点点带走，随着水流顺畅排出。整个疏通过程不用化学药剂，靠常见的厨房材料和物理原理就能搞定。先让疏通剂充分溶解堵塞物，再用适宜温度的温水冲洗，双重作用下，下水道里的顽固油垢很容易就被清理干净，排水也会恢复顺畅状态。用这招处理后，家里的下水道就疏通了。整个方法简单又安全，还不用花钱请人，自己在家10分钟就能搞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厨房排水管本身管径较细，如果在天冷时，油污更容易凝结，洗碗后很容易因油垢堆积，导致排水不畅。所以平时使用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，剩菜汤别直接倒进洗碗池，建议倒在卫生间，大块垃圾更不能丢进下水道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动，其实是保护下水道的关键。只要平时多留意使用细节，减少油污和残渣进入管道，就能从源头降低堵塞风险。学会这个实用技巧，再也不用为下水道堵塞发愁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生活小能手，动手只点个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开挂技能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美食经验，说不定下一期的美食灵感就来自你的留言。无论是美食制作、家具清洁，还是日常小妙招，都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点赞、转发、评论3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惊喜。